爷爷，现在是上班时间，您可以下午再来打扫。我看起来像打扫的吗？啊，您拿着拖把不是来拖地的，难道是来参加魁地奇比赛啊？对，是的，打扫。哎呀，年纪大了嘛，看见不干净就打扫一下啊。那辛苦您了。好。这也不脏，也不是很脏啊。和我妈一样，那双眼睛啊肿。你也是圆圆社的，我怎么没见过你啊？哦，我是新来的实习编辑，我叫初里。初次领域，请多指教。你也是月光的忠实读者吗？这是创刊号第1页上的一句话，是我爷爷给我取的名字。夏老师，您怎么提前回来了？夏老师，您是夏总编。老梅啊，听说你接触过周川？啊，夏老师是这样啊，这个周川呢，只有一部《东方异闻录》，论咖位的话，跟寇伟比的话，差的有点太多了。周川的小说我看过，我觉得他行。除了他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人选？我想推荐江雨晨老师。谁？江雨晨啊，初里啊，我记得你是学金融专业的吧？那江雨晨那下滑趋势都已经那么明显了，他能当潜力股用吗？那你这金融专业是怎么学的？确实，张雨成自从和顾白芷停止合作以后，已经接连失败2部作品了。1、2次失败不算什么的。1、2次失败还不算什么呀，这就已经关系到我们这个编辑部的所有人的饭碗问题了。你以为你打游戏呢，还有好几次机会？你觉得你能唤醒江雨晨那个沉睡的大师吗？你比顾白芷还好用啊！小江当初呢，是圆圆社一手发掘的，任何人呢都可以放弃他。可是我觉得呢，圆圆社应该给他一次机会。醒点啊！哎，处理你们俩来。刚才夏老师的话你们也都听见了。如果谁先签下合同，谁先做出成绩，那谁就先转正。我愿意代表圆月去跟江老师好好谈谈。我是他多年的读者，成功几率可能会大一些。我听苗副主编的安排。不能把江雨成便宜给处理。欢迎光临。来买书啊？对，来买《东方异闻录》。啊，就在这儿呢。好了没啊？走了。啊，我马上收拾一下。对了，我的书迷在买你的书。哼，是他呀，改邪归正了。拿着。呀，前2天不还把他贬得一无是处的，今天怎么就屁颠屁颠来买了呀？我哪有说一无是处？这锅我可不背。哎，看不出来，你还是父子粉啊，2个一起喜欢。啊？谁喜欢了？眼神不好就去看眼科。你这人怎么人身攻击呢？我招你惹你了？和你很熟吗？我跟你很熟吗？一上来就给我扣周顾轩读者的帽子。周顾轩老师怎么了？你刚才拿的这本《岁月如歌》都不知道加印多少回了，这次还特地推出特别纪念版，这可是经典中的经典。你把书挪这么远干什么？人家俩父子书放在一起不是挺好的？哼。
好了没啊？哎，你这电影真是的，什么妖魔鬼怪都能往里跑。我同意，确实什么妖魔鬼怪都有。书不错啊，需不需要袋子？不用了，谢谢。快点吧，快点吧你。走吧。你干嘛？幼稚。2070，2080，2070到了！哇塞，哇，这么大！也不知道我要奋斗几辈子才能买得起这么一栋大房子。只有狗叫声。二狗，真棒！哎呀，难道周川老师今天不在家？周川老师，哪位？你好，是周川老师吗？我是圆月出版社的编辑初里。是这样的，昨天我给你发过消息，但是您一直没有回复，所以我只好冒昧找过来了。怎么是他？我们副主编想让我来跟您谈谈新书签约的事。这里没有周川，找错人了。找错了？是2070啊？难道这里有2个2070？谁啊？是周川先生吗？这里有份需要您本人签收的重要快递。什么快递啊？周川老师，真的是你吗？你炸我你！不是，实在是对不起了，周川老师，用这种方式跟你通话，我也是逼不得已的。要是今天见不到你的话，我就得滚！喂，物业吗？周川老师，我真的不是骗子，你听我解释。周川老师，周川老师，你看看我，坏人在这儿！业主投诉你扰民，请你赶紧离开。我没有扰民啊。两位大哥，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是来谈工作的。你要不肯离开，那就没办法。哎，两位大哥，有话好说，有话好好说嘛，放开我！两位大哥，你们力气好大。顾总，我认识，等等。顾总监，你还记得我吗？上次你来圆圆社，我们见过的。当然，你还让我当众下不来台。这女孩我认识，放开她吧。没事了，你们走吧。谢谢顾总监。我还以为你是聪明人。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还是留点体面。周川不愿意见你，你是见不到他的。回去吧。要是早把书签给辛顿，你不就清静了吗？你也是真够坚持不懈的，刚从北京调回来就来找我。哎，辛顿到底是给了你多大 KPI 的压力啊？哎，我知道你迟迟不肯签给辛顿，就是想看看哪家公司还会给你更高的价钱。
但我敢说，新顿的条件一定是最好的。是吗？我当初把东方乙文录签给你们的时候，好像真没有感受到。我们这次不打算谈什么保底印数，500万买断这本书的全版权。那我是省心很多啊，但是我怕重蹈江雨晨的覆辙。你如果因为这个拒绝我，那就太不理性了。我只是想把书签给一个比较有人情味的编辑。来日方长，反正我已经搬到了这个小区，你随时想通了，随时联系我。啊，你家真的不能请阿姨打扫一下吗？安保。谢谢周川老师。虽然跟你住一个小区，但以后没事儿少来烦我。再会。拜拜。你还没走？周川老师，周川老师，我们圆圆社真的非常有诚意与您合作，5分钟时间，不，2分钟，你只要给我2分钟就够了。周川老师，不如您先听听合同上的条件，再拒绝我。周川老师，周川老师，你还在听吗？把合同放在第1页，数量多少？念。4万。你订餐厅吧，我都3年没回来了，真不知道什么好吃的。那就这样，拜拜。好久不见。你怎么来了呀？啊，你要的书，给你。啊，走了。哎，我说，你就不能找个阿姨打扫一下？哎，刚才女模特也说了同样的话。我知道她来了。碰上了。哎，那太可惜了，我没有看到惊涛拍岸的场面。惊涛拍岸。先把你拍死岸上。哼，走了。于主编，于主编，我去见了周川老师，但他对我们的合同特别不满，请问我们能不能提高保底印数啊？你知道什么是保底印数吗？保底印数是发行部门根据作家以往的成绩分析完市场行情之后给出的数字，不是谁想改就可以随便改的。行，那我有事我先走了。你这件事要找就找发行部梁冲亮梁主任。好的，好的，谢谢于主编。保底数3000，一本不能加。可是负责的编辑，编辑懂个啥呀？懂市场吗？懂营销吗？他们要是懂，要我干什么？我告诉你，现在是大数据时代，一个作者可以卖多少书是可以算出来的。哦，一个新的作者，你给保底8000，谁给你的自信啊？卖不掉怎么办？你拿回去胡强啊！就3000了，不能再多。哎，梁主任说的够清楚了吧？快去，我就去。雨文，看着他，别让他捅娄子。哎，交给我吧。进来。梁主任您好，我是编辑2部的初理，想来跟您争取一下周川老师的新书保底印数。这是我做的周川老师的一些数据报告。我要是记得没错，这个周川的保底数我早就定了，是不是啊？定了的话，你为什么来找我？你怀疑我的决定啊？
还是你觉得你的功课比我做得好啊？我告诉你，周川的保底数是不能变的，你签不下来是你无能。编辑部有人可以用最低的保底数签下作者大神，比方说老苗，你能不能学着点？出去。苗副主编，这是给你买的咖啡，不知道是不是你喜欢的口味。你不喜欢的话，我可以去买别的。好，谢谢。哎，我听说你跟周川见面了，谈的怎么样啊？我连把合同递给周川老师，让他砸到我脸上的机会都没有。还是你不会谈呢？梁主任也说了，让我问问你谈判的技巧。苗主编，你之前都是怎么谈的？那个数字是怎么得来的？好，那楚理，我问问你啊，你认为应该开多少的保底印数呢？10万。作家的第一笔版税啊，是根据保底印数而定的。如果能开到15个点版税的话，那就已经是顶了天了。我们能够承担多少的成本，我就给他开出多少的数字。我们呢，这里是出版社，老板是商人，是商人他就得赚钱。周川，他只有1本书的成绩，他下本书是好是坏，到底写成什么样，我们谁都不知道。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出道即巅峰的人比比皆是啊。你看，我们社里要给一般的作者开价，也无非就是3000到5000，而我们给周川呢，一开始我们就开到了3万。后来又追加到了4万，这足以证明啊，我们社里面对他是很器重的了。可是，我怕如果我告诉周川老师这个道理，他会把我暴揍一顿，然后快递到付打包回来。那快递到付的钱我们也不会付，你是真的脑子不够用啊！我跟你这么说，是我跟你这么说的态度，而你要跟周川怎么说？那就是你的话术问题了。张阿姨，你这个月都不能来打扫了呀？啊，行吧，那你好好养病，我知道了。走，二狗。二狗，别叫。啊，你们家不在这儿，走了，后面那栋。二狗。周川老师，真的是你！周川老师，抱歉一而再再而三的打扰。啊，原谅你了，快走吧。哎，二狗啊，以后来路不明的不吃啊。周川老师，这个是我从您网上推荐的店买的您家乡的肉包子。啊。周川老师，能不能谈一下？不用，我和二狗最近减肥，不吃。周川老师，周川，手没事吧？没事没事，周川老师，能不能再占用您一点点时间谈谈新小说？合同上的数字我们都可以谈的。